北京时间10月21日下午，中国东盟海上联演赴2018演习参演各国舰艇抵达湛江某军港，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这是中国军队与东盟10国军队首次举行海上联演，被认为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此次演习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威胁能力。据介绍，中国东盟海上联演赴2018演习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桌面推演，已于2018年8月2日至3日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举行；第二阶段是实兵演习，将于10月22日至28日在湛江及其以东海空域开展交流活动和实兵演练。此次海上联演赴2018实兵演练阶段，中国派出导弹驱逐舰广州舰、导弹护卫舰黄山舰、综合补给舰君山湖舰参演，东盟10国军以派舰艇或观察员的形式参演。中国军事专家张军社10月21日表示，此次演练未来会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此次联演将实施联合搜救，中国和东盟国家海军会研究、探索联合搜救的机制、方式方法和运行模式，这对于中国和东盟海军未来在南海应对海上灾难进行联合搜救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此次演习中中国和东盟国家海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作为重要科目的意义，张军社介绍，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是2014年4月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的，目的在于管控海上危机，减少误判，避免在公海活动时发生相互干扰和碰撞等事件。中国专家认为，围绕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使用进行联演。此次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阿利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USS Curtis Wilbur DDG-54、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安提塔姆号、USS Antietam CG-54。来源 ：U.S. Navy。台湾国防部22日晚9时15分发布新闻稿证实，2艘美国军舰当天从俄罗比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此次属美舰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相关细节由美国政府进行说明。该声明称，美舰航经台湾周边海域期间，国军均依规定全程掌握与应对，有能力维护海疆、领空安全及确保区域和平稳定，请国人放心。台总统府称，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将持续致力于两岸现状的维持，确保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及发展。我们乐见各种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努力。今年7月7日，美国2艘伯克级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自2007年美军小鹰号航母访问香港被拒。随后穿越台海之后，首度有官方证实美国军舰穿越台海。旺报认为，美国此举是有意让贸易战与南海、台海议题联动，以对大陆施压的企图相当明显。美国军舰接连过台海，在岛内引发多重解读。军事网站主编施孝伟称，美国的目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台湾海峡就是一个国际水域，而非中国认为的内水。台海军前新疆舰舰长吕礼诗称，这是美舰今年第2次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前2次都由台国防部主动发布新闻稿。显然，国军对于台海动态均能有效掌握，并与美军达成共识。他还说，虽然双舰编队为海军演训的最低门槛，但若加上今年以来美战略轰炸机在东海及南海实施17次持续轰炸机进驻存在任务，显现美军的海空军力重新指向台湾，对台湾的战略定位已有所改变。一位大陆台海问题专家对环环 ID Helangear.com表示，这个消息由民进党当局率先释放出来，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内外压力。民进党当局现在也变成麻烦制造者，不愿意再承认9·2共识，两岸和平的正道上走，只能走联美抗中的道路。
通过宣传军舰通过海峡，某种程度上就是壮胆，也想提振低迷选情。海洋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22日对环环表示，这次台国防部的声明显得他好像跟美国配合得很好，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其实美国根本不拿台湾当回事，台湾只是一个棋子。此外，这次美舰过台海是在中美防长刚会面的情况下发生的，说明美国内部态度不统一。不仅如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前不久还援引美国数名国防官员的话称，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草拟机密计划，准备11月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等区域进行为期1周的军演，借此向大陆传达警告信息。大陆涉台人士分析称，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6日登场，美舰极可能在11月首周过台海，以反中驻台替美国总统特朗普造势。接住11月24日台湾9合1选举登场，一旦民进党当局为选举考虑，跟美国行动一唱一和，解放军必有反制行动。社评：美军舰在过台海释放什么信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对媒体说，美军威尔伯号和安提塔姆号2艘舰艇于当天执行例行过境台湾海峡的任务，并称此举是按照国际法进行的，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多艘中国军舰在这一过程中尾随2艘美国船只，距离被认为是安全的。7月7日刚有过2艘美飞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时隔3个月美舰就回来了，这一频度十分罕见，足以引人关注。上周四中美2国防长刚在新加坡见面，被普遍认为缓和了两军关系。美舰随后通过台湾海峡，传递出另外的信息。7月航经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 DDG-65资料图，来源：美国军舰 DDG-65 脸书。台湾海峡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自由航行的水域，各国军舰也可以无害通过。事实上，不时有各国军舰走台湾海峡，如果美国军舰也是一般性安静的通过，就不构成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那样的通过在军事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军舰过台湾海峡，华盛顿以此传递的是政治信号。美军上周六就向媒体披露了要派2艘军舰过台湾海峡的消息，表明华盛顿自己就很把这次行动当成一件事。2艘军舰的油不是白烧的。美军大概想传递以下信息：一是宣示航行自由，2是鼓舞安抚台湾当局，3是保持对华施压的姿态等等。美舰以这种方式过台湾海峡虽然合法，但对中国不友好，是一个挑衅动作。这样的并行当属实事求是，中方首先不能为此很生气，同时要客观评估美舰过台海对我们的危害程度，既不无动于衷，也不能将之看得太重，被美方牵制了。美国军舰在今年7月份那次过台海之前，有好几年没来这里公开兜风姿势了，然后3个多月就来了2次。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与华盛顿将北京视为战略对手显然不无关系，而且美方似乎有意将这一做法常态化，这对中方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另一方面，如果美舰仅仅是过台湾海峡，其真实的军事意义就将是有限的。美国类似挑衅活动对中方的施压效应已经大不如前，这是因为中国在近海的力量大大增强，我们控制美方这类行动危害的能力今非昔比，我们更加胸有成竹，使得美方这样做的军事及政治意义大打折扣。过去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近海耀武扬威，但现在他们在台海等中国近海的威风打了折扣，他们每次过来都会被解放军护送，这意味着美方也要承受中方这样做带给他的反向压力。其军舰过得不会太舒服，他的军舰合法，我们的军舰更合法。美方这样做，显示其愿意承受中美关系因此而增加的那部分互疑。中方会觉得他可能更频繁地打台湾海，以及搞各种挑衅，他则会往中方将会对美实施更强硬反制的方向上想。总的来看，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逐渐变宽，中国要适应这个态势，提升与美博弈的能力。中国既不能往后退，也不必搞以攻为守，我们最需要的是定力。
它是主动性的源泉，也是在这个复杂年代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每见过台海时，了解地区内的种种复杂性，也清楚避免这一行动不过度加载过多信息的重要性。现在是美方操控台当局，如果华盛顿搞过头，就相当于自己直接扛起台海局势的更多重量。华盛顿真希望那样吗？还是希望他想清楚了，过去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近海耀武扬威，但现在他们在台海等中国近海的威风打了折扣，他们每次过来都会被解放军护送，这意味着美方也要承受中方这样做带给他的反向压力。其军舰过得不会太舒服，他的军舰合法，我们的军舰更合法。美方这样做，显示其愿意承受中美关系因此而增加的那部分互疑。中方会觉得他可能更频繁地打台湾牌，以及搞各种挑衅，他则会往中方将会对美实施更强硬反制的方向上想。总的来看，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逐渐变宽，中国要适应这个态势，提升与美博弈的能力。中国既不能往后退，也不必搞以攻为守，我们最需要的是定力，它是主动性的源泉，也是在这个复杂年代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每见过台海时，了解地区内的种种复杂性，也清楚避免这一行动不过度加载过多信息的重要性。现在是美方操控台当局，如果华盛顿搞过头，就相当于自己直接扛起台海局势的更多重量。华盛顿真希望那样吗？